你知道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对现代物理的基石居然根本合不来。从人类文明开始，我们就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宇宙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抬头看星星，研究原子，甚至审视自己，我们总能发现精妙的秩序，可这秩序为什么是这样？宇宙有尽头吗？现代物理学靠2套指南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最奇怪的是，我们始终看不到全貌。我们把世界拆成2部分，各写了一本天才但合不来的说明书：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负责解释大尺度的引力现象，比如行星怎么绕恒星转，星系如何分布，基本只要物体比原子大，它都能完美搞定。量子力学则管着原子、电子这些小尺度的东西，化学、光，甚至几乎所有和引力无关的现象都归它管。问题就出在极端情况，比如黑洞中心点或大爆炸瞬间，这时候物质又小又挤，引力和量子效应都要起作用，但这俩理论就是没法一起工作，强行结合，甚至会算出数学无穷大这种没意义的结果。要解开宇宙起源之谜，我们急需一个全能理论，既能管引力和量子，又能用一条简单法则说清所有粒子。在这种背景下，弦理论登场了。要理解它为啥能破解宇宙起源之谜，得先抓住它最核心、最颠覆的观点。我们一直以为电子、夸克、光子这些基本粒子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点，可弦理论说不对，它们其实是极小的振动能量线，像琴弦或者小环。小到什么程度？打个比方，如果把原子放大成太阳系，那弦比原子还小，就像原子比太阳系小一样。我们的仪器根本看不清它们的结构，所以才误以为是点。更妙的是，同一根弦能变着花样扮演不同粒子，把宇宙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交响乐舞台，这些弦就是琴弦。琴弦怎么振动，快慢、强弱，就决定了它发出什么音符，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同粒子。振动方式一换，电子变光子，再换种方式，甚至能弹出传递引力的引力子。宇宙里所有粒子其实都是同一根宇宙琴弦的不同演奏方式，这就是弦理论最神奇的地方。它用一个优雅的脑洞把所有物质合力都统一了。现在知道一切都是振动的弦，就能明白弦理论为啥能完美解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合不来的难题。之前说过，在极端条件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总闹矛盾。量子力学认为电磁力、核力这些力都是靠粒子传递的，比如光子传光，要把引力也拉进量子群，就得有个引力子。可科学家要是直接把引力子当点粒子塞进量子方程，数学就会崩溃，算出一堆没意义的无穷大。但弦理论根本不用硬塞，引力子本来就是弦的一种振动模式。就像你弹吉他，拨动某根弦，自然会发出某个音。弦理论里，特定闭合弦环以特定频率振动，刚好就是传递引力的引力子。为啥弦不会像点粒子那样搞出无穷大？想象2个点粒子在10公里相撞，你越想精确算它们的碰撞点，结果越离谱。但弦有长度，就像给10公的锐角磨了边，2个弦碰撞不是点对点击打，而是面与面接触。这种圆滑处理直接消灭了所有让其他理论崩溃的数学无穷大。所以说，弦理论是目前唯一能把引力和量子力学和平共处的数学结构，也成了万物理论的头号选手。为了让引力和量子握手言和，弦理论还抛出了一个听起来超离谱但必须满足的条件：我们的宇宙不是4维的，我们熟悉的是3维空间，长、宽、高加1维时间，共4维。可物理学家一算弦理论的方程，发现4维根本带不动，必须再加维度才能消除那些讨厌的无穷大。不同版本的弦理论，有的要10维，有的要11维。问题来了，多出来的6维或7维跑哪去了？弦理论说它们没消失，只是卷起来了，专业叫紧致化，小到比弦还小。
打个比方，远处看花园水管像一条线，一维，凑近看才发现它有宽度和厚度，二维，要是你小的像蚂蚁，还能在这俩维度上爬。弦理论里的额外维度就是卷成了一种叫卡拉比丘成同空间的六维结构，藏在空间每个点里，小到根本看不见。这些卷起来的维度可太重要了，它们的形状和大小直接决定了我们四维世界里的物理规则。比如电子为啥这么轻，夸克为啥这么重，引力和电磁力为啥存在，甚至为啥恰好有3代夸克。简单说，额外维度就是宇宙的遗传密码，不同的卷法会诞生不同规则的宇宙。要是知道大爆炸时这些维度怎么卷的，可能就能明白为啥我们的宇宙是现在这样。如果额外维度也能被展开，你觉得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评论区聊聊你的脑洞。弦理论可不只讲粒子，它还藏着宇宙诞生故事。既然一切都是弦，那大爆炸也该能用弦来解释。现代宇宙学认为，大爆炸后宇宙经历了暴胀，极短时间内疯狂膨胀，这才让宇宙变得均匀又平坦。弦理论咋和这事扯上关系？暴胀需要某种能量或场来启动再关闭，在弦理论里，这可能和额外维度有关。这些卷起来的小维度形状或大小稍微一变，就能产生巨大压力，把空间炸开。更厉害的是，科学家发现有5种弦理论版本，它们其实都被一个更大的 M 理论统一了。M 理论要求11维空间，还引入了膜，类似宇宙薄片的概念。我们的宇宙可能就是一张3维膜，飘在11维大空间里。这彻底刷新了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如果大爆炸不是时间起点，而是无限循环里最近一次事件呢？也许大爆炸不是从热到离谱的起点开始，而是2张平行膜，包括我们宇宙，啪的撞在一起，碰撞产生的能量就是今天所有物质和能量的来源。这个模型避开了起点难题，还让弦直接成了宇宙建造师。弦理论用弦加高维这套基础工具，既统一了引力和量子，又讲清了宇宙咋诞生。现在你可能想问，弦理论看着像数学科幻，凭啥说它最有潜力当宇宙起源终极理论？有3个硬理由。第一，它的统一性简直绝了，目前只有它能让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和平共处，引力子不是硬塞进去的，而是弦振动的必选项。其他量子理论要是强行加引力子，早崩溃了。而且弦有长度，直接磨平了时空锐角，消灭了所有让其他理论头疼的数学无穷大。第二，能解开黑洞的终极谜题。黑洞是相对论和量子的交叉点，任何全能理论都得能描述它。霍金发现黑洞有熵混乱度，按量子力学，这说明黑洞得有内部结构，但相对论说黑洞就是个没细节的点，矛盾了。弦理论能用黑洞内部振动的弦，精确算出霍金的熵，用微观解释宏观，直接把俩领域粘一起了。第三，预测能力超强。好理论不光要对，还得能预言。弦理论能用一个方程说清所有基本粒子和力，甚至逼着宇宙必须有10维或11维，这不是随便加的，是数学必须的。当一个理论这么优雅，这么刚需，通常意味着它摸到了真理。弦理论能解决物理核心矛盾，用统一机制解释极端现象，自然成了终极理论的头号种子。弦理论和所有理论一样，有个坎儿，它允许存在数万亿个可能的宇宙，每个宇宙规则都不一样。这一下从物理问题升级成哲学问题了。我们的宇宙规则为啥这么巧？引力太强或太弱，恒星要么烧太快，要么不形成，电子和质子质量差一点，水和生命的化学键都搞不出来，按能量密度不对，宇宙要么塌了，要么胀太快，这一切像奇迹，咋解释？多宇宙理论和人则原理给出了答案。如果弦理论的可能性景观里每个点都是真实宇宙，那就有超多宇宙存在。人则原理说，我们只能观察到允许观察者存在的宇宙。
比如引力太弱的宇宙，根本没法形成恒星和行星，自然不会有我们这种观察者。所以我们的宇宙不是被特意设计来诞生生命的，而是数万亿宇宙里刚好中奖的那个。弦理论用多宇宙加景观，把完美规则从巧合变成了大数定律的必然，我觉得这逻辑超合理。我们发现，弦理论不是普通假设，它是数学最优雅、最强大的理论，完成了科学最难任务，第一次让引力和量子力学手拉手。他说所有粒子都是振动的弦，音调不同就成了不同粒子。他用额外维度解释宇宙规则，用暴胀或膜碰撞讲宇宙诞生，通过多宇宙核仁则原理，他还说清了为啥我们的宇宙刚好适合生命。当然，弦理论也有硬伤，缺少直接实验证据，弦核卷起来的维度太小了，根本看不见。物理学家现在正找间接证据，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要是能撞出弦理论预言的更重新粒子，就算突破。但不管怎样，弦理论几乎是唯一能实现爱因斯坦统一梦的数学结构。理解弦理论，是我们拼凑宇宙起源拼图的关键一步。关注我，下期视频更精彩。